追风赶越千里。眼为紫红花、天灵果、玉髓枝，身在世家就是好。陈师姐虽然在血色境地并无斩获，却也靠着家族的力量，得到了2枚筑基丹。对他们这样天生的修仙者来说，或许2颗足矣。但以我灵根的资质，起码要准备10颗以上的筑基丹，才有机会一搏。成功了，品相也不错。先来2颗试试。这筑基丹药劲儿也太大了吧！这是过了多久了？身上暖洋洋的，是残存的药力吗？再来。伐毛洗髓，以筋断骨，凝气为液，视为筑基。这也太疼了吧！
叶如烟，本座可是费尽了心思才走到这一步，莫要让本座失望啊！刘长老，王主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人的功法确实对燕儿有效。他说只要答应他的条件，燕儿很快便能醒过来了。他的条件是求娶燕儿。不可，此人万万不可相信，更不能与他结亲。长老，你这是何意啊？那人不是你带来的吗？堡主借不说话。他是因为属下看到他为燕儿小姐医治时使用的功法，那功法险异无比，欺人功力，有违天和不说，恐怕还会有无穷后患。不要再说了，长老之言我向来尊重，但是这回我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堡主，堡主，此人见过少主一面便提出求娶，那是趁人之危呀！他对我燕家堡定有图谋，还望堡主三思。刘长老，你以为我为燕儿而不顾整个燕家堡吗？我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燕家堡的未来在打算。其他派存在的根本，不在弟子和资源，而在隐士在门内的元婴长老。元婴之下，皆是蝼蚁。燕儿身具天灵根，整个燕家堡只有他有机会跨入元婴，想跟气派平起平坐。他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啊！刘长老啊，这个道理你不清楚？堡主立意已决，我也不便多劝，只求堡主缓一缓，容我带人去探探他的底细。就是平民嫁女儿，也要探探夫家，不是吗？好吧，但是燕儿等不了太久，你火速去办吧。是。刘长老，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算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算盘上的珠子。我们可是说好的，我替你在堡主面前美言几句，你给我1000灵石。您怎么这么着急啊？我就是问我的灵石呢？不用紧张，灵石早都给你备好了。拿了你的灵石，我们算两清了。我马上离开燕家堡，接下来你们要做什么，和我无关。慢着，这么急着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您不会是去给七大门派报信吧？
刘长老前往会见那人数个时辰未归，恐怕已经遭遇不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堡主，要不要我去？退下吧。出来吧。名不虚传啊，燕堡主，不愧是燕家堡100年以来唯一的接单修士，这神识之强大，晚辈佩服。我看，不管是医治，还是求取燕儿，都只是投石问路。说说你的真正来意吧。燕堡主，可还记得100年前之约？当然，若不是顾念旧情，你以为我会容你活到现在？看来燕堡主还是个念旧情之人。既是如此，那为何不续上这段渊源，让燕家堡赶快回归我圣门？家父可是对堡主这样的高手渴慕已久啊！哼，笑话！我燕家堡早已经在越国安家，既然300年前已经从鬼灵门分立出来，就没想回去。堡主可能是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晚辈的意思是，这七派在越国横行霸道太久了，若是圣门愿出手，助堡主成为未来的越国之主，那就也不必为了一株灵草低声下气的求人了。实不相瞒啊，我六宗早已集结大军，不日将会攻来，区区七派，弹指可破。只是这燕家堡地处边境，首当其冲，又该何去何从呢？战端未起，鹿死谁手还未可知。要我现在就下注，令尊是否有些拖大了？更何况，王天谷子女无数，他的妹妹红粉还在，这鬼灵门的事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燕堡主，这不仅是家父的意思，也是晚辈自己的意思。您看，百年难遇的安灵根，不错。燕少主身具天灵根，而王禅身具暗灵根，正是双修血灵大法的上上之选。且凭我二人资质，莫说结丹期，就算要进阶元婴，也大有可能。堡主可以试想一下，未来燕家堡有2大元婴坐镇，势必会凌驾在7派以上，而且晚辈答应堡主，未来我和嫣儿的孩子一定会成为下一任鬼灵门与燕家堡的共主。你说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？鬼灵门，王禅志在必得。可在下比家父和我那红粉姑姑，更需要燕家堡的友谊。还望堡主成全。
你可敢与老夫立下生死咒？韩立，莫非是他？最后一刻了。韩立，一定要成吗？一粒金丹吞入腹，是知我命不由天。多筑鸡丹残存的药力，不马上消耗掉，身体会被撑爆的。清源剑诀。这是成了，而且清源剑诀也修到了第4层。我这个伪灵根出击了，只剩1颗筑基丹了。陈小倩，你哪还有什么功夫胡思乱想？不能再辜负家族的期望了。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！怎么了，呆子？我看不下去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呀是看不下去你了。我怎么了？你成天到晚就知道看着天空发呆，盼着轩儿师妹飘啊飘啊飘过来。你还说我呢？那你呢？成天看着三师兄。我哪有成天看三师兄？嗨，我真的不知道谈情说爱有什么意思。那有这功夫，还不如拿去修炼呢。看那边，看来谷中又添了一名，不，是2名筑基弟子。太好了！许师伯，方才此处有道流光出世，可是还有人跟我一同筑基成功。那是韩立。没想到，他也筑基了。哎呀，这个伪灵根啊，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呐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刚走，你晚来了半步。他这个人呐，你怎么也这么着急呀？韩立，韩师弟，
陈师姐，韩师弟，恭喜你啊，筑基成功！也恭喜你啊！哎，那天是你救了我，对吧？师姐在说什么？就是血色禁地之前，是你杀了陆师兄。师姐不要说笑话，陆师兄乃是谷中炼气期的翘楚，我怎么可能杀倒他呢？可是血色禁地那么危险，你都平安出来了，还被李师祖收做弟子。侥幸而已，在下还有事，告辞。哎，既然你救了我，为什么你不敢承认？望尘丹吃少了。就算你不承认，我也知道是你。你有没有感觉？你记不记得我在跟你拔罐，将你身上所有的寒气、吸气、黑气、霉气，什么气都没了。你这肯定不对，之前那小子给我弄的好像不是你这套流程啊。如果你可以，你来呀！我要能弄，还有你吗？马师傅，啊？吴师叔，哟，你筑基了？啊，你小子可以啊，筑基成功了，好样的！托马师伯的福，要不是您当初让我看守这药园，弟子也不会有今天。那你现在呢，应该改口，叫我马师兄，因为你筑基成功啊，那我这个药园就容不下你了。赶紧休息休息，去找你媳妇啊！去啊！去啊！快去吧。都说筑基以后，所见大不同，可此刻我眼中，只有熟悉的风景。白药园，我不会忘记这儿的。走了，走了。上来吧。哎，你这个稀松二五远的样子怎么行啊？端端正正的再走一次。重来。上来吧。弟子韩立，见过师傅。拜师礼呀，你不给师傅跪拜吗？弟子韩立，见过师傅。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师傅。照规矩啊，在拜师前要先试试你的本事。韩立资质平庸，还请师兄师姐手下留情啊！哎，你不用紧张，就是过过招。
能听懂这箫声的意境，就算你过关。闭上眼。睁眼吧。你听出什么了？无声胜有声。过关。这筑基之后啊，便能发现万事万物中的灵力，相当于五感多了一感。你要谨记这一点。谢师兄提点。到我了。不许伤害这只小鸟，但要让它飞不起来，就算你过关。师姐心地善良，师想让师弟帮你放生吧。好吧，看在三师兄的面上，算你过关。好了，到我了。你要是能躲过我3个沙包，就算你过关。来啦！行，算你过关了。跟你说啊，修炼归修炼，但不要忘了锻炼筋骨，又长寿又不动，不就变成乌龟了？那到我了。够了，武轩，不够，他的本事不止于此。第4层，清源剑诀第4层之后，能瞬间释放护体剑盾。剑诀上说，若遭遇攻击，此盾会自动反击剑。你把清源剑诀练到第4层了？你不知道此功法只能修到第3层吗？韩师弟修行时可觉得有什么不妥的？到了第4层，修行的速度一下就慢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所炼化的灵力会偷偷的消失掉。看来是开始散功了。散功？清源剑诀修炼进入到第4层时，每隔数日会出现散功的现象。师傅将此功法交给我的时候，也没跟我说这些啊。韩师弟不必太过惊慌，你修到第4层，应当只是散去1/10。若是再多修1层，则再多散1/10。这也太多了吧！我苦苦练至第4层，那岂不是适得其反吗？这套功法虽有缺陷，但也有独到之处。青文修炼这套功法，每练1层，便会起到扩筋斩脉、深邃丹田的奇效。之后你的法力也会比同期修士深厚得多。是啊，说不定这才是此功法散功的妙处所在呢。可惜这功法不全，门中就只有此功法的前9层。这怎么办？师傅，韩立来了。来了。哦，马上来了。稍等啊！弟子韩立见过师傅。哎，算了，起来，太麻烦了，起来吧。哎呀，咱们修仙之人啊，一切从简啊。小子，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理化园的徒弟了啊！望你日后勤修仙道，不要弱了我理化园的名头。是师傅。其实这个修仙呀，它就是逆天而行。你看看你啊，如今你依靠筑基丹，洗髓易经，肉体与凡人已经迥异了。但是想要更多的突破，就要修心养性，完成由内至外的改变。请师傅赐教。
凡人呀，都有七情六欲，所以呢，他们会生出执念。若是心思板结，就会影响境界，影响突破，横生心魔。严重的话，会导致大跌境界，乃至陨落呀。哦，师傅的意思是舍弃七情六欲最重要。不，你看，我一猜他就这么想啊。不对，所谓修仙啊，要的不就是逍遥自在吗？啊，你若是把七情六欲都抛掉，那岂不是跟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吗？但是，真正的逍遥自在啊，实在太罕见了，所以就得要求我辈知进退，明得失。即便做不到随心所欲，也可以念头通达。念头通达，哎，这4个字很重要啊！念头通达。哎，你可以问问你的师姐师兄们啊，你师傅我就是靠这4个字成为了黄风谷第1结丹修士啊！拜见洪福师祖。师姐，那个我刚才说的是第1结丹男修士啊。我来找你们师傅说2句话，你们先说，我不着急。不，说完了啊，小子，你现在已经是筑基修士了啊，可以自行开辟洞府。你们几个带他到宗门内，领取后山地图，还有洞府的阵法啊，快去。是师傅。师姐，就2句啊，啊，也可能是3句。你看，你来，师傅，弟子告退啊，去吧。师祖，弟子告退。怎么这么啰嗦呀？快去吧。告退。这傻小子你。哎，师姐，你说。清虚门那边传来消息，福音子经过1年的调查，发现禁地中生还的弟子，有1半都提到灵寿山有问题。这个灵寿山300年前来自于魔道6宗中的雨灵宗，所以他们跟魔道有染，很有可能啊。你还记不记得，上次提议改禁地开放时间，口口声声说魔道在哪儿的，也是灵寿山。我当然记得。这样吧，瞎猜也没用，把他们约过来，一问就清楚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走了。还真就2句。我精心操练的拜师礼，就这样草草收场了？这师傅到底行不行啊？这看上去也不像世外高人啊。念头通达，念头通达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师弟，别琢磨了，念头通达这4个字，不是光靠琢磨就能明白的。师傅说的太高深了，可否请教一下师姐？念头可大可小，每个人所求的东西不同，心中的念头也就有所不同了。对了，至于你3师兄，他的念头啊，就是杀进邪道。武轩的念头呢是宣儿师妹，魏娘的念头啊就是……哎，你别胡说啊！至于我的念头啊，就是和你打一场啊。师兄，我打不过你的。那你要加油啊！等你啊！其实韩师弟啊，你也不必太过纠结。念头通达这4个字啊，说起来容易，但你看咱师傅他老人家。洪福师伯说：“我来给你说2句话。”就2句？你这个傻小子，这么啰嗦，还不快走！啊！哎，你这傻小子，你快走！说你呢？说你呢？你还不知道呢？如果在修道一事上做不到心无旁骛，又如何做到念头通达呢？
婉儿，恭喜你，终于重回结丹了。修为还是亏空不少，都怪那个厉碑的。厉碑？啊，我是说，门内的小辈们最近有没有好好修炼啊？婉儿，我总觉得你从血色禁地出来之后就心事重重。你老实告诉我，在禁地中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叫韩立。滚！滚！不是，光。今天的太阳光挺不错的。你呀，既然你这么关心宗门，正好去理一理闭关期间的宗门事务。你刚恢复结丹，心境还是不稳定，产生心魔可就糟了。好了，就知道你会来。虽说有小绿瓶，丹药倒是不缺，可是这时不时的散功也太麻烦了。还有师傅他们说的开辟洞府，是怎么个开辟法？去找吴师叔问问吧。气死我了！这个韩立，若是不除了他，早晚产生心魔不可。师祖，什么事？黄风谷传来玉简，礼花园修士相邀7派结丹长老共商大计。知道了。共商什么大计？无非又是找人打麻将去吧。那的吃食倒是挺好吃的。不错，以此为由，师姐也不会阻拦我。不光是为了吃的，正好去趟黄风谷，看看那小子有没有乱说。若是他乱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，早晚得给他立个碑。师叔，现在叫师兄就行了。叫习惯了。当初入谷时，属您教我最多。要不是您，我恐怕连血色禁地我都不敢去。就这样叫吧，师叔。叫什么不重要。上回您在百药园看您在研究艾灸，这2瓶丹药可以除湿排寒，更方便。之后您要是想真爱，随时叫我就行。多谢，这也是有心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在谷中开设洞府的地方找好了吗？谷中发的阵法是万万不够用，这里面的门道可太多了。但是这个啊，我还真帮不了你。你去万宝楼找灵兽。灵兽，他能帮。李公子果然是好眼力啊！这个呢？这个是刚刚突破2阶的双瞳术。找草药、偷灵石、寻秘境，样样在行。寻秘境。多少灵石啊？不少。就他了。在。怎么着？梦里有梦的碎片，
我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，回首荒唐不忍言。喧嚣红尘，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。这望眼，时过境迁。